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黄河边上面。今天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叫做楚河汉界景区。一般说到楚河汉界，我们是下象棋上面有一个棋谱嘛。在现实当中，楚河汉界真的是存在。在2000多年前，刘邦和项羽就是在这里对峙了好几年。这个刘邦和项羽的故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最后是刘邦击败了项羽，问鼎天下，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这一块现在是一个景区，不过呢不收费。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人在这边游玩。谁能够想到，在2000多年前，举世闻名的刘邦和项羽就是在这一块对峙，而且呢对峙了很长时间。当时刘邦也好，项羽也好，在这边呢都是有大营的。在当时称之为大营，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说起来，当时这里算是一个小城市一样的，因为几十万人在这附近生活啊。现在我们看到前面有很多窑洞，不知道当年他们生活在这里是不是也挖了窑洞？因为在黄土高原上挖窑洞生活居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块区域呢，是叫做霸王城。当时项羽就是在这边驻守，而对面呢就是刘邦。当时他们是以一条鸿沟为界，鸿沟以西是属于刘邦，就是汉；鸿沟以东呢就是项羽。那这一边主要展示的就是跟项羽有关的东西。你像这里我们看到几尊塑像，中间的是项羽，两边就是虞姬和范增。在这里呢，也是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楚汉争霸。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第一任皇帝秦始皇东巡来到了河北邢台的沙丘病逝。随后呢，他的儿子胡亥继承了帝位，史称秦二世。在当时秦始皇的时候，秦帝国的矛盾呢就已经比较激烈，要不然秦始皇呢也不会经常巡游。这主要是为了稳固他的统治，而秦二世继承了帝位之后，他没有秦始皇的能力，并且呢，他实行的却是残暴的统治。这样的话，导致群臣人人自危，秦帝国的矛盾呢也越来越深厚。因为当时秦朝建立之后，进行了很多大规模的那个工程嘛，修建驰道、直道、长城，还有那个修建陵墓等等。而胡亥成为皇帝之后，他没有休养生息，而是继续进行这些工程。这样的话，导致矛盾越来越激烈，已经没法平和了。到了公元前209年7月份，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随后呢，全国各个地方算是揭竿而起。那在这个起义的过程中，爆发了两股最强大的力量，一股呢是项羽为代表，另外一股呢是刘邦为代表。在公元前207年，刘邦呢算是攻破了函谷关，进入到关中。当时呢，胡亥已经去世了，只因去皇帝号，称秦王，向刘邦投降。刘邦呢攻占咸阳，秦帝国秦王朝就灭亡了。刘邦进入到咸阳，特别是看到富丽堂皇的秦帝国宫殿呢，一开始呢他有些留恋，准备想住下来。当时的樊哙劝他呀，天下还没有平定，别忘了秦朝的前车之鉴。刘邦呢根本就听不进去。一般正常来讲，都是看到这样富丽堂皇，这么多财宝，肯定是会心动，因为本身他的那个起点呢就比较低，他又不是贵族出身。那这个时候呢，张良亲自来劝刘邦呢，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于是呢，他就从咸阳退出来，退到了当时的灞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召集关中的一些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这呢，使他得到了民心的支持。因为秦朝那个末年呢，已经丧失了民心了。那这个时候，老百姓看到刘邦过来了，还有约法三章，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呢，还废除了秦朝的一些苛刻的律法，那么就肯定受到了拥戴了。
在这个时候，另外一边呢，项羽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公元前207年12月份的时候，项羽呢率领诸侯军队抵达关中。为什么会是诸侯军队呢？因为在秦末的话，不光是有项羽、刘邦，还有当时秦朝灭亡的那些东方六国又重新起来了。当时项羽的军队总共达到40万，刘邦呢只有10万。特别是项羽的那个手下军师范增劝项羽灭掉刘邦，因为他认为刘邦这个人很有能力，会是项羽的威胁。当时呢，项羽确实是准备第2天进攻刘邦。当时项羽的叔父项伯因为与张良有老交情，他就劝张良赶快走。那张良呢不愿意丢下刘邦，就把消息透露给了刘邦。当时刘邦非常惊慌刘邦就来见了项伯，说自己并没有称王的野心，并且呢和项伯算是达成了一些交易条件。那这个时候呢，项伯回去就对项羽说刘邦不率先攻破关中，你怎样进入呢？如果现在我们去攻打刘邦，这样不道义的，不如就放过他，善待他吧。本身呢你的实力比较强，他呢比较弱，应该对你产生不了什么威胁。项呢就答应了。第2天呢，刘邦就带着一些骑兵来到项羽的驻地鸿门并且呢向项羽赔礼道歉。在当时，项羽呢就请刘邦赴宴，这个就著名的鸿门之宴当时范增是想杀掉刘邦，后面呢是得到了一些人的保护，刘邦呢最终呢借故离开，回到了他自己的大营。在鸿门宴之后，项羽呢就进入到咸阳，开始呢烧毁秦朝的宫殿，并且呢把秦王子婴杀掉了。当时呢，项羽呢自立为西楚霸王，主持分封天下。他就是想回到春秋战国那种时期，分封。那其实他这个是走历史倒退。当时项羽呢是分封了18路诸侯王，其中呢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呢是巴蜀，也就是汉中那一带吧。并且呢他还分封了其他一些人领关中地，以便呢遏制刘邦。当时刘邦非常生气想去攻打项羽，不过呢经过手下的劝说，他还是决定隐忍去巴蜀那一带，因为确实实力是相差很多。当时项羽分封这个诸侯王，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秦始皇那种状态，没有那种决心，就是他好像对天下一统没什么兴趣一样的。他可能还是想回到他祖父那种楚国那种状态，要不然他不会干出这种分封诸侯的套路来。尽管说他当时呢对诸侯国的势力进行了分化重整，以便自己掌握更大的权力。在公元前206年4月份的时候，各个诸侯呢就在这种情况下罢兵，各自回到了项羽封的封国。那刘邦呢也只好忍气吞声接受这个封号，他就去了汉中，并且呢烧毁了栈道，意思就是说我无意再去关中，我就在这个地方继续做我的汉王。他这样的目的呢是麻痹项羽。项羽分封了这种诸侯，其实基本上就代表了回到了春秋战国那种时代，那么战争肯定是会马上爆发的。因为这个诸侯有些人可能认为我的地盘不好，有些人认为呢这个项羽不公，那肯定是会爆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结果确实没多久，当时齐国的贵族后夷他就不满分封，自立为齐王。那这个时候项羽呢肯定是要去镇压，相当于是平叛一样，这就给了刘邦的机会。因为刘邦本身他去汉中他就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拜韩信为大将军，准备呢重返关中，去和项羽争夺天下。当然也是一步一步来了，一开始他可能没有想到争夺天下，因为他实力比不过项羽嘛，只不过是随着一步一个脚印，那各种情况就会发生。那韩信呢就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呢就率领部队击败了章邯，并且呢在很短的时间就彻底占领了关中。那在这个时候呢，
刘邦又跟项羽说，我只想要关中，我对其他地方不感兴趣。项羽呢还真的相信了，他就继续去放心的评判打那个齐王。这样的话就给刘邦很好的机会了，因为本身他就对西边没有放重兵嘛，没有去防范刘邦。那在占领了整个关中之后，刘邦就彻底决定了要去争夺天下，并且呢，他号召各个诸侯王啊一起去讨伐项羽，为那个义帝报仇。因为当时项羽分封天下，那些诸侯很多人肯定是对项羽也不满，一个呢是项羽比较霸道。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公元前205年，刘邦呢趁项羽在攻打齐国的时候无力抽身，他就率领了几十万部队攻占了项羽的那个当时的都城。短暂的胜利呢，使刘邦失去了理智，整日呢和这些诸侯啊一起把酒言欢。项羽听到非常生气，于是呢率部队又来攻打刘邦，并且呢胜利了。那刘邦呢只能率领部队后退，刘邦呢就退到荥阳这一块。在这里呢，刘邦、项羽反复争夺，大家都有胜利或者失败。最后呢，他们双方在河南荥阳黄河边这一块呢形成了对峙。那在这里呢，有一道天然的分界线，一条沟壑被称之为鸿沟。在鸿沟以西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项羽在这一边称之为霸王城，对面呢就是刘邦所在地汉王城。当时双方在这里差不多对峙了1年的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正常来讲，项羽实力是比刘邦强，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讲，项羽的实力慢慢的会被刘邦超过。这主要是由于刘邦啊，他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他占领了汉中，开始休养生息。萧何呢，又是一个内政人才、奇才，他在关中呢一直给刘邦提供兵源和粮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邦的实力呢就恢复得很快，而项羽呢可以说没有稳固的后方。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双方只能和谈了，暂时的和谈。按照史料记载，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就是鸿沟的东边属于项羽的，西边就是属于刘邦的。现在我们来这边走一走，这里还有块碑，这边属于项羽的。我估计项羽当时肯定也来过这个地方转一转，毕竟呢，他作为一个将军，要观察对面的汉王城，一定会站在这个边上看一看的，并且很多影视剧还演绎了当时项羽呢在这边射了一支箭飞到对面去了，把刘邦刺伤，他差点就没了。后面是汉文帝的母亲发挥了作用，做主怎么样治疗刘邦，最后呢有惊无险，刘邦渡过了难关。我们继续往前走，去看一看鸿沟那个地方，可以直接走过去的。如果时间足的话，可以从这边霸王城一直走到对面的汉王城。我们看到前方有很多窑洞，我猜想啊，这应该是以前的城墙，一直保留下来了。在这样看不太清晰，航拍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毕竟当时双方是有几十万人在这里生活，那么为了防止对方进攻，肯定还是要修筑一些城墙的。在这边有对方的汉王城，同样也是有城墙的。来到这个边上，看到有一组马的雕塑，是不是展示的是说项羽当时骑马来到这个地方？在古代啊，只要这种比较有作为的将军，他一定有一匹非常厉害的马。项羽有，吕布有，你像李世民，他也有好多匹马。我们前方看到的就是鸿沟，对面呢就是汉王城。如果大家没说这个地方是鸿沟，是楚河汉界，谁也想不到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普通，对不对？那实际来讲的话，在2000多年前，这里啊确实发生了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地方。这条沟壑现在看起来肯定是普通的，并且经过2000多年的变迁也有所变化。那实际这个鸿沟呢，不光是在刘邦、项羽那个时期发挥了作用，那在更早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和魏国争霸的时候，这条鸿沟呢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呢已经算是一个军事要冲，所以说这个地方在以前位置还是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对面这一块呢就是属于汉王城，当时呢刘邦
就是在这一块镇守，并且呢在这一边受伤。在鸿沟这一块协议达成之后，项羽就退兵就回去了。正常来讲，刘邦也想准备退兵，结果呢他在张良、陈平的提醒下，又下令继续进攻项羽。这个时候啊，就体现刘邦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了。后面的情况大家就有所了解了。韩信开始发挥了作用。从公元前203年10月份，项羽呢从鸿沟这里退兵，到公元前202年正月，刘邦呢，韩信统领30万汉军与10万楚军在安徽那一带展开决战，就是垓下之战。结果项羽大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四面楚歌嘛。项羽呢在乌江自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刘邦已经没有对手了，他得天下是马上的事情。于是呢，他手下的大臣，包括一些诸侯，就上书刘邦称帝。到了2月初3，刘邦呢在山东菏泽那一块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刘邦呢就是汉高帝。我们经常说汉高祖刘邦，其实呢刘邦的谥号是高皇帝，庙号是太祖。尽管说刘邦成了开国皇帝，项羽最后失败了，但是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很多人一直都认为项羽是一个英雄，而刘邦呢是一个小人。就是说，一个君子，一个英雄遇到小人，他才会失败。那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在影视剧或者各种资料里面讲述项羽这个人呢非常厉害，军事能力很强，但实际是否如此呢？还真不是啊。第一点，项羽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无法掌控军队。虽然我们刚才资料里面介绍了项羽呢经常会拥有几十万的部队，但实际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部队呢不到1/5，也可能就是不到10万人。因为其他的都是那些诸侯的，并不是说一定会听项羽的。这就使得他在战争中啊没有完全的掌握军队，无法呢统一军队的战斗力。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项羽虽然勇猛善战，但是啊他只是一个将军，不是一个统帅。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他不懂谋略，缺乏政治和军事谋略，过于依赖武力。我们经常会说战术和战略，你战术达成了，战略没有达成，一样是没用的。自古以来争夺天下主要是靠政治手段和谋略，你像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是如此。秦始皇他肯定谋略很厉害，刘邦也是有谋略，你包括东汉的那个刘秀，隋唐的包括朱元璋，这些人都不用讲了，都是比较厉害的人物。还有一点呢，是项羽呢这个人不得民心，他在反对秦朝的过程中经常采取屠城的方式。当时章邯率领几十万的部队失败了，基本上都被项羽杀掉了，就是历史上的巨鹿之战。这样的话就导致他失去了民心。还有呢，他进入到关中，基本上就把很多东西烧掉了。所以说这个不得人心，你就很难成功。第4点呢是刚愎自用，不听谏言，不听取他人的意见。当时呢有人劝他定都关中，项羽呢他没有采纳，他认为关中呢是秦始皇弄的，他不去，并且呢还把这个提意见的人杀了。这使得他手下的人呢不敢再进行劝诫，不敢提意见，最终的导致没有人敢说真话。刚刚说了他没有谋略，其实呢他有性格缺陷，领导能力也不足。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他看不上别人，不会笼络人心，不会驾驭人才。就是说你对待别人如果只有罚的话，没有恩，那肯定后面的人慢慢的会对你反对。你就像那个后面张飞，他如果是能够对属下好一点，别人也不会杀他。还有呢，他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你像刘邦能够夺天下，他是有关中作为基地。还有我们后面说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朱元璋打天下，他也是有后方基地。
我们之前也说了，你像李自成失败了，他是没有稳固的后方。那么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王朝开国，你一定得有稳固的后方，没有后方基本上是不能成功的。你一次失败，那基本上就全部彻底完蛋了。而刘邦有稳固的后方，他不管失败多次，后方呢能给他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兵源。总结起来可以这样说，刘邦屡败屡战，最后一战定乾坤，一战就赢得天下。而项羽呢是屡胜，结果呢一败就败得彻底。而刘邦就刚好相反，他呢会用人，自己呢政治手段也比较高超。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刘邦会用人，会驾驭人才。你像打仗他不行，他就用韩信；谋略他不行，他就用张良；后方政务不行，就用萧何。他用好了这3个人，就成功了一大半。那综合这多方面的因素，项羽失败也不足为奇，刘邦胜利也情有可原了。刘邦的能力可以总结这几个方面：领导能力、知人善任、虚心纳谏，能够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同时呢注重团结大多数，让利于天下，使得他最终能成功。而这些呢，项羽都没有做到。刘邦算起来是中国历史上第3位皇帝，也是第2个封建王朝的开创者。刘邦不光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还打破了当时的一些明规则、潜规则。因为在刘邦之前，国君、帝王这些传承都是在贵族之间流淌，相互的那个传承。就普通的人，你别说做国君，要做成诸侯那些王侯将相都比较难。而刘邦呢就打破了这个。当时陈胜吴广起义有一个口号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呢就把这句口号实现了。因为刘邦出身其实不算高，在中国历史上白手起家的皇帝排名第1肯定就是朱元璋了。他从乞丐和尚成为皇帝，而刘邦当时一开始呢是一个亭长，没有多少权力。当时呢他在老家呀，基本上是耍无赖、混吃等死，什么正事都不干。他周边的那些朋友啊，都是游戏人间的，就我们说的无赖一样的。而他呢，最终由这样的身份成为一个帝王，这个是打破了这个界限。还有他当上皇帝之后封的那些王侯将相，很多是他老家时候的那些朋友跟着他的。可以这样说，刘邦以及他那些兄弟在老家当时就是地痞无良。结果呢，经过刘邦和他们一起努力，他们的智慧改变了自己的阶层，改变了身份。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秦始皇创建的这套制度延续下来了，就是秦始皇创立的大统一王朝延续下来了。当时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这套制度呢还没有完全的深入人心，因为当时反对的力量太大了。你像项羽，他当时实力占据主导地位，他就分封了18路诸侯王。如果后面一直是这样的话，那肯定基本上就会延续到春秋战国那种各个国家混战的状态。而刘邦胜利了，他就逐步把这些诸侯王全部消灭了，重新变成了一个大统一王朝。也就是说，刘邦基本上算是把这个大统一王朝这个制度贯彻下去了，使得这套制度彻底的深入到人心，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啊。在秦汉可以这样说，秦始皇使得中国历史上有皇帝，刘邦呢使得这个皇帝继续深入人心，普通的阶层也可以当皇帝。而汉武帝呢，就是告诉人们可以怎么样的做皇帝，这是当时他们3位杰出皇帝所代表的一种东西。当然，刘邦他创建汉朝，他也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首先呢，他就休养生息，没有建立那些大的工程。他当时还采取了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状态。他先是把那些异姓王弄掉了，后面是分封刘姓的子孙为王，就是拱卫天下。意思就是说，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他刘家的人可以起来保护，不管是刘家哪个人
做皇帝，反正都算是刘邦的后代。那么后面历朝历代基本上都采取了他的这种方式，就是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没有纯粹的郡县制。虽然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很多人说刘邦呢是大流氓，他杀了韩信，杀了功臣，但其实作为一个帝王来讲，刘邦还是成功的。大家如果对刘邦或者项羽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站在这一块地方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刘邦和项羽在这里的风采。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